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形势下的中国两会受到了外媒的广泛关注。有外媒认为，这将是数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中国 GDP 增速将达到多少？科技自主将如何实现等，都是外媒讨论最多的话题。今年两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查讨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这也是外媒关注的一大焦点。香港南华早报说，2021年的两会尤为重要，因为今年是下一个5年规划的开端，且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南华早报同时指出，“十四五”规划将首次专辟一章讲科技，强调科技自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这标志着重心转向产业和国家安全，并减少科技产品进口。日本时报也关注中国科技的发展趋势。报道说，在美国政客看来，中国主导敏感尖端技术的潜力是未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北京也担心美国会阻挠中国崛起，本周将公布提高科技自主的计划。中国立法机构的年度会议将审议新的5年蓝图，以减少计算机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对西方的依赖，同时大力发展从氢能汽车到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路透社的报道提到，鼓励创新或将成为规划的重点内容。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降低中国技术供应链的脆弱性。外媒在报道两会时还频频提及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果，而伴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话题的是外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日经亚洲上周六的文章称，即将召开的两会是中国政治日程上的重要事件。中国是全球唯一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领先美国和其他国家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马来西亚星报在周二发表题为《中国两会，北京将展示后疫情的经济自信》的文章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及美国新总统上任，北京希望增强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两会将突出中国向世界展示正面形象的领域，包括减少碳排放的产业计划、金融和经济开放、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措施等。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期，各个媒体则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翻看近几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即便出现具体增长目标数字，往往也伴随左右、区间等更具弹性的表述，折射出中国正淡化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强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设定2021年的 GDP 增长目标。但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节目中采访的专家就认为，今年两会中国会公布2021年 GDP 增速目标，而这一目标还会超过6%。What's the main message that you'll be watching out for at this week's NPC? We usually get a GDP target, but it's unlikely that we'll see that this time around, right? They didn't set a GDP target last year because of huge uncertainty, but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set one for this year. And my expectation is that they're going to set one as above 6%.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deal for this year because given the very low base last year, China going to grow at least 7 or 8% this year. 中国呢，疫情呢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呢，外国呢才会对我们进行如此的高的这个增长率的预测。整个今年，特别是11月份、12月份这样的增速的这样的比较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接近6%的这样一个速度。我们国家在明年的，就是今年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呢，应该维持在6%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世界的这个经济也得到逐步的复苏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加权的效应，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定会超过8%的。此外，荷兰国际集团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两会预计在先进科技自给自足和实现碳中和方面会有清晰的路线图。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环境保护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这篇题为“今年即将召开的两会可能是中国数十年间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的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预计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更多线索。在过去1年间，国际社会也见证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国同非洲联盟签署贡献“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等。中国向世界表明了支持经济全球化、实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时代周刊认为，两会将公布中国继续刺激数字货币发展，并进一步向外资敞开大门。
此外，亚洲协会澳大利亚中心和北京齐纳百思咨询公司都预测，中国预计将着手签署更多贸易协议，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外贸领域当中呢，去年确实成果是喜人的。我们特别是 RCEP 以及这个欧盟协定的签署，对我们国家来说呢都是历史性的，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也是通过这样的外贸来具体实现的。那么在外贸这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呢是成品的完整的设计更多融入了这种科技含量。另外呢，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原来的这个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现在逐步晋升到世界的产业链的上游、中上游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今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发布会，从中您是怎样看两会的？美西你好，今年的两会呢如期举行，就意味着中国呢已突破新冠疫情的种种阻挠，走上了正常，走向新的征程。那么这次的两会呢，将会讨论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基础上，在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如何迈向前，如何呢为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而书写新的篇章，如何呢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拿出新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呢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已经讲出了今年的工作重点，就是呢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的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推进5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那么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努力实现“14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的成绩呢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想呢，今年的两会呢将围绕今年的工作重点展开热烈的讨论，发扬孺子牛、拖黄牛、老黄牛的精神，把每一件事呢办好办漂亮。其中呢，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差距、维护全球产业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呢，都会成为两会的热词。海外媒体对中国两会有怎样的期待和评说呢？海外媒体呢对中国两会的预期呢是更加的具体。路透社说呢，今年呢两会的重要看点是中国将宣布2021年的目标以及经济发展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心议题呢还包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路透社还说，今年两会如期召开呢，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从疫情中呢成功的抽身，社会经济回归了常态。英国的 BBC 报道说今年两会呢有3大看点，一呢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立，中国呢在摆脱绝对贫困后如何通过双循环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二是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尤其呢是选举制度来落实爱国者治港；三呢是如何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德国之声说，两会召开就意味着中国“14五”规划正式落地，中国为集中的解决卡脖子产业技术问题，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将会呢提出新的一个方案。经济双循环怎样启动也是值得关注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关注中国疫苗，报道引述全国政协发言人呢的说法，说中国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中国的相关技术标准与世卫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要求呢是基本一致，而有关中国出口疫苗是为了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说法呢，则是十分狭隘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重点报道，政协发言人就外国政客鼓动抵制北京冬奥的一个回应。他说呢，这些做法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徒劳的。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
在周三举行的全国政协13届4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有人质疑中国通过新冠肺炎疫苗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开展所谓疫苗外交，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予以驳斥。就在前一天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美国抗疫队长福奇同频对话，探讨全球抗疫合作等议题。中美两大抗疫专家一致认为，新冠疫苗的疗效基于全球合作，合作对抗疫至关重要。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为世界提供了有效经验，中国疫苗也在助力全球抗疫。针对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问，郭卫民表示，中国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截至2月28号，中国已累计接种疫苗5200多万剂次，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自己带头接种了中国疫苗，这也说明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中国还宣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积极推动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已向69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向28个国家出口疫苗，这个数量还在增加。而对于有人质疑中国通过新冠肺炎疫苗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开展所谓疫苗外交，郭卫民回应表示，这种说法非常狭隘。疫苗是防控并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国际社会抗疫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展疫苗国际合作，是为了帮助国际社会共同战胜疫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事实上，在全球新冠确诊人数突破1.1亿人之际，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总量仅为2.4亿剂，只覆盖了世界3%左右的人口，而实际的接种情况可能更加错综复杂和不平衡。观察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信奉群体免疫，对接种疫苗持消极态度。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周二晚与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的对话中阐明，不能够用一些不科学、不人道的自然免疫手段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即便人人接种疫苗，也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群体免疫。But as far as my concern, would take about 2 or 3 years' time with global collaboration, as Tony had mentioned. So in China, we have close to 60 vaccines being under development. 钟南山和福奇一致认为，在疫苗注射和自然防疫方面应当做好平衡，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恢复所谓正常的生活，就很可能会面对疫情的反扑，面临巨大风险。但如果动作太慢，也可能会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钟南山表示，想要击退病毒、终止疫情，各国在世卫组织的牵头协调下，团结一致进行合作是最重要的。对此，福奇表示赞同。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保持团结合作的精神，参与抗疫进程，并且学习和吸收过往痛苦的经验教训。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 past by global cooperation with smallpox, with polio, with measles. There's no reason in the world why we cannot do the same thing with COVID-19. 对话的最后，中美两位专家就1年后的疫情走势做出判断。福奇认为，尽管不可能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接种上疫苗，但由于各国正采取一些科学的措施来防疫，他预计1年后民众能够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经济随之复苏，跨国境的旅游也能重新实现。钟南山则表示，病毒的变异是不可预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1年后所有情况都会比现在要更好。In 1 year time, I think it's a big change. I think from now on, but I don't think we can eradicate this kind of disease. I think that's so basically being controlled. So we have a lot of unpredictable risk factors. For example, the mutation of the virus and what will be happening, and also the other reasons. So I think and also depend on the effort of the people. 疫情呢，防控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事物，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家独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单独的抗疫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在克服了美方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偏见和这种错误的看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两国的科学家呢重新能够展开合作交流呢，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尽管疫苗合作应当成为全球共识，但作为目前全
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抗疫问题上依旧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当地时间周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明确表示，不会将美国部分疫苗分给邻国墨西哥。No. The president has made clear that he is focused on ensuring that vaccines are accessible to every American. That is our focus. 事实上，墨西哥是全球新冠累计病亡人数第3高的国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拜登上台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积极寻求与美国加深合作，希望为本国争取更多疫苗资源。而就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后不久，洛佩斯和拜登举行了视频会议。换句话说，还没等到视频会面，美国政府就通过记者会将洛佩斯疫苗支援的请求公开的无情拒绝。这肯定是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美国现在呢，如果把自己的疫苗的民众的疫苗接种呢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与此同时，他的邻国的情况如果非常糟的话呢，应当说对美国的整个一个抗疫的形势呢，也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拜登政府呢拒绝要向这个墨西哥提供疫苗这件事情的背后呢，肯定应该还是有比较复杂的因素。疫苗呢只是冰山的一角。与美国态度相反的是中国。目前，墨西哥已接收到多达100万剂中国疫苗，约占其所拥有总剂量的1/3。而这只是中国向外援助疫苗的一个缩影。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到南美西部的秘鲁，再到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遍布中国疫苗援助的足迹。而多国政要在机场迎接中国疫苗的新闻也频频刷屏。美媒的报道指出，中国正撑起全球抗疫的疫苗生命线。为在新冠疫苗的获取上维系公平，近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疫苗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国际疫苗合作，确保包括受冲突影响和不稳定地区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平等获取可负担的疫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中方一直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宣示，加入并支持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因此，中方对安理会的决议表示欢迎。中方也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先提供1000万剂国产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急需。中方决定参加维和人员新冠疫苗之友小组，并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捐赠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的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努力夺取全球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花样百出，尤其是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扭曲报道，甚至大放厥词。周二，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刊文，企图洗白英媒在涉华报道上的扭曲。分析认为，在脱欧加上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转移视线、甩锅中国成了英方的一张牌。不过，英方一边频频抹黑中国，一边又大喊要加强与中国合作，这种两面派做法真的能够走得通吗？来看看报道。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日前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为那些在报道涉华新闻时不断歪曲事实和扭曲真相的外媒洗地，称这些外国媒体并不憎恨中国，而是充满诚意地在监督政府。大量中国网民很快就指出，这位大使是在偷换概念，将新闻监督与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存在的大量恶意歪曲事实的操作混为一谈。有媒体就发现，当中方辛苦搜集证据，对西方片面报道或提问的信息进行澄清和说明后，他们有时也会直接对这些不利于他们报道倾向性的信息装傻。在简化、歪曲乃至选择性省略中方给出的重要信息后，相关媒体接下来就开始请出了西方那些天天在媒体上抹黑新疆问题的人，给他们大量的报道版面，开始任由他们妖魔化中国。这也造成了很多涉华新闻无法被客观报道。其实我们看英国驻华大使他的相关的表态，不光是在为英国媒体在进行开脱，同样的也是在为英国政客、英国政府在进行开脱。从此前的发散负面信息，避免平衡报道，以这种负面来压倒正面，到现在的这个完全来编造一些这个不实的消息，甚至呢是对中国进行抹黑。其实这样的一个质的变化，反映出的是西方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这种焦虑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对华进行报道的时候呢，立场会更为偏颇，甚至已经超出了大家的底线。
近期少数西方媒体热炒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这样的谎言究竟是怎样被炮制和散布的？2月18号，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发表题为《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指控基于数据滥用和其右翼分子毫无根据的断言》的报告，驳斥了德国人郑国恩对新疆种族灭绝的指控，称郑国恩为右翼宗教极端分子，其相关研究是公然的数据滥用和捏造。24号，该网站主编马克思·布鲁门萨尔接受 CGTN 主持人刘星的独家专访。他告诉刘星，通过法医式的剖析郑国恩的报告，可以发现他的结论不堪一击，甚至可笑至极。然而，这些煽动性的结论却被美西方政府、议员、主流媒体大肆引用。Only shows an elderly couple being visited by a free medical clinic and receiving free medical care that I think many of my neighb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yearn for. They're surrounded by elderly people. I don't see anyone in the photo who is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Zent cites this photo as an example of coercive birth control measures and mass surveillance, which really goes to his own prejudice. It appears that he sees any effort at free healthcare and government outreach and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as evil, along with birth control. 郑国恩的研究既然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还有西方国家级电视台采访他？甚至连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赞同这种种族灭绝理论。布鲁门塞尔表示，这恰恰点出了美国媒体的不堪。这些被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步调一致，整个媒体行业像是在为某个政权服务。当郑国恩这样的学者被某个公关公司或是华盛顿的智库推出时，没有人质疑他的受访资格。核查资历这个工作反倒留给了独立媒体，才发现他缺乏学术背景。And the data manipulation that he employs to advance a biased claim, which and arrive at a conclusion which the U.S. government or hardline elements within it are seeking in order to block diplomacy with China. So he plays a very convenient and important role for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at seeks escalation with China, and that's why he's been given a free pass. And 而国外媒体对新疆扭曲报道，还源于对新疆事务的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英国《卫报》近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维吾尔族流亡人士领袖称后继无人》的文章，以当事人讲述的形式报道了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人社区领袖的故事。这篇文章不仅借这些领袖之口诬称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受到恶劣对待，更在个别配图中公然展示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旗帜，并称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历史上存在的国家。对于这些不实报道，中国驻英大使馆周二在致《卫报》的批驳函中严肃声明，此系对中国新疆历史的歪曲与否定，严重误导读者，也有损贵报声誉。中国驻英国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该函指出，相关历史和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新疆地区从来不存在所谓东突厥斯坦，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当前的在涉疆的一系列的报道的过程中，其实西方媒体刻意回避的是反恐，以及呢以这个东突势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暴势力，以及呢给新疆带来的这种不安宁、不稳定，他们刻意在回避这些继承的事实，而以所谓的这种人权，或者是说呢以所谓的历史来进行美化、进行洗白，试图呢对这个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进行不公平的报道，也对这个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反恐的努力制造更多的麻烦和相关的障碍。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花样百出，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大放厥词。英方这股对华敌意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英国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月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第4季度，英国失业率上升至 5.1%， 为5年来最高。脱欧也给英国带来很多麻烦。1月初，大约价值60亿欧元的股票每日交易从伦敦转移到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新交易平台，这些交易额重返英国的可能性极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分析认为，在脱欧加上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转移视线甩锅中国成了英方的一张牌。而且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在正式脱欧后似乎选择了全面倒向美国，把美国当成救命稻草。对华频频挑衅则是英国对美国交上的投名状。
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确实看到中国的不断的发展，很多的人呢不仅仅有所谓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甚至呢有一些扭曲的心理，认为呢从这个人权的方面对中国进行挑拨，尤其是挑起中国的内乱，甚至可以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使中国呢遭受到巨大的损害。那么更不用说呢，近一时期随着拜登政府在这个人权价值观方面，希望呢与盟友之间产生更多的共振共鸣，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呢，与盟友之间更多的进行沟通。也使得英国呢紧随美国的步伐，不断的挑起人权问题上的漩涡。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的前几天，曾在唐宁街与中国企业举行了圆桌会议，表示英国正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并自称是狂热的亲华派。这种所谓狂热亲华背后，是英国政客不得不正视的对华贸易数据。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当年上半年在前5大贸易伙伴中，英国仅与中国实现了双边货物贸易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增长了17.2%。在疫情仍在英国肆虐的当下，中国对英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一边频频抹黑中国，一边大喊要加强与中国合作，英国这种两面派做法让人反感，而且显然走不通。中英曾在共同努力之下打造了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就有英国学者坦言，由于英国为美国马首是瞻，中英黄金时代的根基已经消失了。这种做法呢，现在对于英国来说呢，还可能会造成英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更长期的损害。这也是中国呢希望英方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相互尊重，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对于外媒歪曲新疆人权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已经拿出抹黑中国的证据，让一些炒作者哑口无言。但他们为何死要赖账呢？海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呢，在报道本国的人和事的时候是非常的谨慎，稍有误差呢，可能就会打名誉官司，赔上一大笔钱。但是呢，在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就把这个职业操守呢给忘得一干二净，更多的呢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报道，不惜呢这个歪曲事实。这实际上呢也是媒体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传媒界呢用敌意伤亡，也就是对基本事实的伤害和歪曲，那么来加以界定。BBC 炒作的所谓新疆女子被强制绝育、摘除子宫的这个谎言呢，已经是真相大白，恰恰呢是为了拯救她自己提出呢要结账而发生的。这个事呢是在2013年发生的。那么真相大白以后呢，西方媒体还在继续的歪曲事实，避重就轻的炒作，而且呢转移到攻击女性的话题上，这实在呢是让人无语。我认为呢，对有些在国际上产生重大负面舆情的报道，不仅呢要揭示真相，还应当发起法律诉讼，控告一家媒体对其的声誉影响极大，也会通过这个法律的诉讼呢，会进一步的澄清真相。那么套用对美贸易战时呢的一句流行语：我们不想打，不怕打，必要时呢不得不打。那么对于一些恶意抹黑中国、不讲职业操守的媒体和报道，那么打一场官司呢，或许比严厉谴责和反复声明呢要有用得多，有效得多。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和欧盟同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这是拜登上台后第一次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传递出哪些信号？俄罗斯随即做出3连回应，指责美欧蓄意干预俄罗斯内政，俄方绝不妥协，将以对等原则进行反制。美俄关系后续将如何发展？汤少成、吴健深入解读。美国和欧盟当地时间周2同时宣布，因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问题，决定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称，美欧蓄意干预俄罗斯内政，俄方绝不妥协，将以对等原则进行反制。在周3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此提问，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如何处理纳瓦利内问题，这完全是俄罗斯的内政，对于主权国家的内政，外部势力无权干涉。美国财政部宣布，因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对14家组织机构和7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被列入制裁名单中的人员，所有财产将被冻结，同时被实施签证限制。欧盟也宣布对4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包括赴欧盟旅行禁令和个人资产冻结。此外，还禁止任何个人和法人实体向清单中所列人员提供咨询。
对此，俄罗斯当天做出3连回应。Выражали наш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елегитимным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м санкциям, к которым по поводу и без повода, верне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гда без повода прибегают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берущие с них пример евросоюзовцы. 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美欧对俄发起的指控毫无证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美欧对俄制裁不会达到目的。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欧蓄意干预俄罗斯内政，俄方绝不妥协，将以对等原则进行反制。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美国的说法，除了已经宣布的这轮制裁，拜登还要求美国情报部门针对所谓的俄罗斯4大重案进行调查，包括俄罗斯对生化武器的滥用、俄罗斯买凶杀害驻阿富汗美军、俄罗斯对美国机构网络攻击，以及闹得沸沸扬扬的通俄门、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事件。4大重案的调查结果一旦坐实，美国还将进行另一轮对俄制裁。拜登前一阵子也打电话给普丁，那他们谈到了一些问题，在拜登的眼里呢，是说他介入了2016跟2020的选举，这个让拜登呢是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川普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川普像2016的话，他觉得俄罗斯根本没有问题那这个是使得这个拜登要对普丁要采取比较强硬态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是拜登上台后第一次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也是美国和欧盟结成统一战线对俄罗斯制裁，而这或许只是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汤绍成指出，拜登此举要传递一个信号，在对付俄罗斯方面，他比特朗普更强硬。俄罗斯这个异议分子被抓，而且被起诉，美方这里必须要有一些动作，尤其现在拜登刚刚上来，那所以说呢，他还有这个要立威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步。除了政治打压，美欧在军事上也向俄发难。俄罗斯独立报网站周一还发表题为“北约开始在黑海猎杀俄罗斯潜艇”的报道称，上周六北约的波塞冬2021海上联演在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察拉开帷幕。演习的主要内容包括舰船和军机对抗来自潜在敌人的水上和水下威胁。这是北约2021年的首次大型军演。报道指，不排除乌克兰海军也将参与已经开始的波塞冬2021演习，这无疑是美国对俄罗斯的一次叫板。北约它现在最大的假想敌就是俄罗斯，尤其是夹在苏联跟西方国家周边的这些国家，你像波罗的海3小国，那这些国家呢，就对于俄罗斯呢还是非常的敏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美欧以纳瓦利内事件发难，制裁俄护法部门和官员。那您觉得这究竟是小题大做，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客观上，这件事儿早被政治化，从主人公回国被捕，再到今天美欧制裁，犹如剧本演出。而事件的本质呢，并非简单的反腐斗士遭到了打压，而是西方用颜色革命去格式化俄罗斯，就像俄外长拉夫罗夫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那样，整件事的要害是俄罗斯的法律要得到尊重。我举几个证据：纳瓦利内明知自己违反缓刑规定，在国外搞政治运动，也明知自己回国会逮捕起诉，也故意大张旗鼓的出发，鼓动拥趸来接机，从而制造事端。到了纳瓦利内去莫斯科法院受审时，美欧甚至日本使馆的车辆竟堵住了法院的大门，美国和欧洲外交官像人链一样接力旁听，并且跟外面的记者进行以法院为背景的主观报道，所谈的内容无不指责俄罗斯法律不公，要求释放纳瓦利内，全然不提这位被告既有的确凿的违法行径。众所周知，纳瓦利内长期打着反腐旗号，创建反贪基金会，爆料俄政府高官和国有企业所谓贪腐猛料，俨然成为了俄罗斯反对派和西方支持的旗手。但他又是货真价实的俄罗斯公民，当负面新闻和多宗罪名缠身时，对他如何处置就属于俄罗斯的内部事务。实际上，美欧来发动反俄大合唱，一大诉求是扩大俄罗斯的内部矛盾，通过颜色革命颠覆政权。纳瓦利内的回国和再次被捕，正好暴露出
西方的重重黑影。面对西方施压，俄罗斯采取了有选择的硬气出手。像上个月5号，欧盟的外交代表博雷利刚到莫斯科，摆明要对俄罗斯指手画脚，俄罗斯呢就同步驱逐了德国、波兰、瑞典的外交官。而选择这3国动手，就因为在纳瓦利内事件上，德国说俄罗斯特工下的毒，瑞典说科学手段能够证明，而波兰说掌握了关键证据。他们出手在先，有仇必报的俄罗斯自然礼尚往来。可以说，指望在纳瓦利内问题上讨便宜的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其实难有胜算。那么面对内外严峻挑战，俄罗斯会如何反击呢？总结俄联邦的安全学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3股势力始终在俄国内及周边伴生发展，而他们呢，又跟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混合作用，威胁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5年前普京组建了归自己直属的国民禁卫军，目的都是强化对内维稳。按照《生意人报》的介绍，禁卫军当前的编制已达40万，有很多的重武器，主要负责武力制止大规模骚乱，紧急时戒严，有全权在境内反恐的资格，并在国家紧急状态时不受宪法限制，拥有只服从总统的48小时武装行动权。这不但能有效反恐，还能专业对付以街头暴乱为特征的颜色革命，旨在强势、高效、合法的打击内扣，应对反俄势力的系统化破坏。其次呢，俄安全学说坚持认为，颜色革命从不回避军事手段，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必要的国防实力是不可少的。我们看到，整个纳瓦利内事件都跟美欧在东欧、中东、北极全线军事抵近同步，俄罗斯则有的放矢的点穴回击。比方说，当美国刚刚空袭有俄军驻扎的叙利亚后，俄国内就传出增派护卫舰、启动斯400导弹保卫叙敏感目标的消息。当然，最有效的安全还是要全国同心。这些年，我们看到普京率领执政的统俄党打造惠民政府，树立领袖形象，积累政绩。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克服疫情冲击，开放能源、交通、农业等产业的管制，推进金融普惠，努力确保民众的生活不受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呢，实施惠民工程，重拳反腐，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普京多次要求要重塑政府的廉政形象，全力解决非法移民、贪污腐败、危险驾驶这些长期困扰俄罗斯的难题顽症。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